这是微软给你的奖励。打开 Edge 浏览器，用它自带的搜索框搜索 Microsoft Rewards， 在这里我们消耗积分可以抽旅游大奖，可以换守望先锋的金币，也可以换一些优惠券。那如果你没有这些世俗的欲望，没问题，你还可以消耗积分来给孩子捐款，展现人性光辉闪耀的一面。积分的获取是免费的。刚才我们用到的这个搜索框叫做 Bing， 中文名必应。我们日常用它搜索或是回答问题就可以获得积分。这些白嫖的奖励算是给 Edge 添了点彩头。而 Edge 本身作为我们买新笔记本自带的浏览器，可远不止这点能耐啊。考虑到很多同学可能没有时间去研究怎么更顺心的用 Edge， 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将从设置和功能这2个方面简单聊聊 Edge 浏览器的一些设定和使用技巧。这应该能对你有些帮助，也希望我们能看到还能这样的弹幕，让我们小小的虚荣心得到满足。视频开始之前，我们得先知道2个东西。这个大的叫窗口，就是整个这个界面透过这个赛博窗口，我们就能看到世界。怎么说？微软还挺会营销的，对吧？而这个小的叫做标签页，我们可以同时打开多个窗口，一个窗口也可以有很多标签页。有些网站可以拖动链接打开新的标签页，或者单击鼠标滚轮打开备用。而拖动标签页也可以拆分成多个窗口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乱啊，但知道了这2个基本的概念和一些基础操作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了。打开 Edge， 眼前是一大堆凌乱。作为我们联通世界的窗口，它有些过于乱七八糟了。我们点击右上角的页面设置，这个齿轮一样的图标，不同的版式对应不同的搜索框位置，然后把想关的全关了，界面就变得十分清爽。也可以点这里更换自己喜欢的背景，并支持自己上传。我们准备好图片就可以了。然后点击右上角的3个点，选择设置，还能进一步的设置自定义外观，可以选整体的外观，你喜欢浅色还是深色，这都可以。还能选择主题，有雾霾的灰，有多汁的煤，还有凉风卡贼。我个人比较喜欢晴天的温暖，所以选了这个清新的黄色。现在主界面就顺眼多了。如果你觉得太麻烦了或者不够满意，别急，后面有你急。后面有更简单的办法，我们在扩展里再讲。让我们先继续看外观设置。滚轮下滑可以自定义我们的工具栏，也就是上面的这一部分。工具栏右边显示的这些小图标叫做按钮，也就是一个个小工具。拆分屏幕可以实现窗口内的分屏。如果我们想同时看2个网页，窗口的比例也可以调整。比如一边看直播一边刷微博，这样要比开2个窗口方便也更实用一些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更多需求的话，也可以开2个窗口，再分别拆分。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病啊，但如果你有一块够大的屏幕，这也没什么问题。就比如我们这款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接到广告。拆分屏幕模式下，点击右上角3个点，也可以选择垂直拆分，或者交换左右选项卡。这个功能有点像手机分屏，但考虑到屏幕比例的不同，我还是觉得水平分会更舒服一些。你觉得呢？历史就是我们浏览历史了，可以看到我们打开过的网页。收藏夹一如其名，比如我们看到很棒的网页，可以先点左边的五角星，通常它也会出现在上面这一排。满了的话，则会收进这个半个五角星里。我们下一次想回味的时候，只要点击对应的地方，就可以再续前缘了。至于集锦，则相当于一个电子笔记本，我们可以把看到的图片或者网页链接通通快捷的塞进去，也可以右键标签页，然后一键添加所有标签页进去，还可以在这里面写批注，并且可以用不同颜色的批注卡来表示不同的优先级或者观感倾向，怎么样都好。这些笔记当然也是可以分类的，并且这个东西是可以发送到 Word 或者 Excel 之类的，还会附带上你塞进去的网页链接。这样，当你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别人，别人就可以看到你的批注啊、图片啊、整个笔记过程，也可以点链接获取更多信息。以上的这些按钮，我们可以按照需求留下常用的，把其余的关闭掉。再往下滑，我们能够看到鼠标手势的选项，这个是指我们按住鼠标右键然后拖动的快捷操作设置。我们操作的时候可以看到一条蓝色的轨迹线，最简单的，比如左滑后退、右滑前进、上下滑动滚动屏幕，也可以自定义设置。这个功能我用的还挺多的啊，能提升效率。在思考的时候还可以随手写写画画。
同样能提升效率的还有键盘的一些快捷键 ，Ctrl 加 T 是打开新标签 ，Ctrl 加 W 是关闭标签 ，Ctrl 加 Shift 加 T 是打开刚关闭的标签。注意啊，如果同时关闭多个标签页，比如下班了，我直接点右上角的叉关了浏览器，那我第二天开机打开浏览器，按 Ctrl 加 Shift 加 T 就可以把所有的网页复原了。Ctrl 加 Shift 加 W 是关闭所有标签页 ，Ctrl 加 N 是打开新窗口。至于 Ctrl 加 Shift 加 N，我只能说少用。顺便说一下啊，如果你现在是电脑端打开我的视频，那 Q 是点赞 ，W 是投币 ，E 是收藏，甚至长按 Q 也能一键3连哦。要不然试下呗。外观下边是侧栏，这个侧栏平时给我的感知并不强，我一开始觉得它有点像竖着的收藏夹，后来发现小瞧它了。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屏幕拆分吗？侧栏其实更像一个快捷键的屏幕拆分，点开一个网页，它就会弹出一个分屏，我们可以在里面操作。我觉得有点用的是上面这2个，首先是购物，它能帮你粗浅的比较一些商品的价格，或者当前页面商品的价格波动曲线，还有优惠券的单独显示。但是这些都仅供参考，大家最好还是货比三家，理性消费。然后是这个工具，它集成了计算器、单位换算、翻译等常用小功能，还挺实用的。至于打开别的应用，这个功能的意义可能是，如果我们已经处在屏幕拆分的状态下，它就可以实现3个分屏，这些比例依旧是可调的。然后我们点击系统和性能，这里如果把上面2个选项关掉 ，Edge 对我们电脑内存的占用能少个大概200到300兆。注意啊，这个占用就算我们没有打开 Edge 浏览器，从我们开机的时候就发生了。至于他说的打开的好处，我个人觉得感知不强，所以说就关了。然后是手机与其他设备，这也是我觉得 Edge 很实用的一点，同步。咱们上面提到的设置啊、集锦啊、收藏夹呀、历史啊，再包括保存和密码呀，这些都可以实现跨设备同步。比如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，或者电脑和手机，这都可以。我在电脑上没看完的东西，打开手机可以接着看，或者我们换了新电脑，只需要同步一下，一切都是我们熟悉的样子了，这还是挺有用的，对吧？好的，设置部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功能。聊到功能啊，肯定就绕不开扩展，它相当于一个插件工具，能帮我们实现一些功能。比如它可以帮我们一键生成各种好看的主页，再比如它能去掉一些网站的广告，或者视频网站的片头广告，甚至包括一些本来不是广告，但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东西，就像这样。插件还能够帮助我们批量抓取并下载网页上的图片，比如一个网页有很多图，一个一个下太麻烦，或者有些图是有前置遮挡的，就可以用这个插件来搞定。还有的插件可以帮助我们体验一些 ChatGPT 功能，比如我们在搜索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它可以帮我们给出更优秀的回答。我问一道简单的数学题，它甚至可以帮我写一段代码。插件能够实现的功能远不止以上提到的这些啊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打开扩展，也就是这个拼图样子的按钮，在里面搜索相应的关键词就行了。中文没有就搜英文。至于具体的扩展推荐，很多 UP 主都已经做过了，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讲了。当然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单独出一期来讲。提到扩展功能的强大而齐全，那 Edge 和 Chrome 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代表了。而 Edge 甚至可以直接用 Chrome 的扩展，这何尝不是一种 NTR 呢？ Edge 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功能 ，Chrome 目前是没有的，垂直标签栏。开启这个选项之后，我们的标签栏就会变成纵向，能更好的利用我们屏幕横向更长的优势，可以更好的排列更多的标签页，还可以类似标签分组，当标签页很多的时候就很方便。也有的朋友用不惯这个功能，大家按序来就行了。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，我们还总结了 Edge 的3条优缺点，供大家参考。Edge 还有很多可以聊的地方，比如阅读模式、窗口截图，还有 Copilot 小助手。光是 Copilot 单独一期都讲不完啊！它的前身是微软的 New Bing Chat。我恶趣味的揣测啊，因为 New Bing 的谐音是 New Bing 不吉利，所以说微软才改了名。除了 Edge， 像 Safari 啊、Chrome 啊、火狐浏览器啊、QQ 浏览器啊，这些浏览器当然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啊。本来我们是想做一期 Edge、Safari、Chrome 的 PK 视频啊，但是越整理内容就越多，然后就变成了 Edge 的 solo 了，但是往好的方面看吧，至少我们的初衷是没有变的，希望对你有点帮助。
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觉得还有点用，可以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转发支持一下我们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，谢谢。这里是比巴评测室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